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还押的乱港分子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周四刚被裁定2019年8月18号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周三又再面对另一个审讯。他与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和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因涉嫌在同年8月31号参与另一次未经批准集结而被控，三人均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大公报评论称，无论哪宗案件一旦罪成，预料其判刑都不会轻。看来黎智英的余生只能是3餐牢饭的余生。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特区立法会前议员李卓人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因涉嫌前年8月31号在港岛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周三在区域法院接受审讯。该案原预计审讯期为7天，但在首日，3名被告即在审讯前直接承认罪控。黎智英、李卓人等15人早前被控于前年8月至10月多次参与组织或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被分为4案处理。首案为发生在前年8月18号的违法游行，黎智英、李柱铭等9人于本月1号被区域法院裁定组织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2罪罪成，案件将于本月中旬宣判。报道称，黎智英现在已官司缠身，除818非法集结案及本案之外，他仍有2宗涉及非法集结的案件等待审讯。同时，黎智英还涉嫌欺诈及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随着案件陆续开审，黎智英要不断的频繁的进出法庭。香港大公报称，无论哪宗案件一旦罪成，预料其判刑都不会轻，尤其是触犯国安法案件，分分钟坐穿牢底。看来黎智英的余生只能是3餐牢饭的余生。正是应验了黎智英自己说的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818案和今天的831案，还有10月份的一个案件，大概是4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我们知道，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它是区域法院审的，我的理解应该是它的刑期不会少于5年的。所谓过去的什么违法达义啊，等等等等的这种名义的这个破坏社会秩序的这种游行。这个示威活动呢，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呢，对这些为首的反中乱港势力的头目呢，网开一面。此外，据香港东网周二爆料称，去年11月被褫夺议员资格的公民党前议员郭荣铿宣布退出政坛后，强调自己并无计划离开香港生活。然而，有消息称，郭荣铿已于去年11月只身一人偷偷逃走了，现时身处加拿大，其妻儿也在今年2月中旬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报道称，郭荣铿1978年在加拿大出生，1981年回流香港，1991年到英国升学。他本来是加拿大公民，其后为参选香港立法会议员，声称已放弃加拿大护照。郭荣铿2006年加入公民党，2012年从党友吴霭仪手中接棒出任法律界议员，是当年其中一位最年轻的议员，并于2016年连任。在担任议员期间，郭荣铿多次与香港特区政府唱反调。2019年3月，郭荣铿跑到美国告洋状，公然祈求美国遏制中国，请求美国出面干涉香港内部事务。2019年12月，郭荣铿赴美期间与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会面，扬言如果要外国人一方面在香港投资，另一方面对香港事务晋升是不可能的。对此，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曾直斥郭荣铿卖国求荣。郭荣铿这种行为叫做卖国，做这种事的人叫做卖国贼。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卖国贼有好下场，一个都没有。这些蓝潮派议员的这些反对阵营的成员他们的支持者他们看到这样的新闻里面呢，肯定这个心里面呢打翻了五味瓶。因为就是可以看到的，反对派这些头面的人物呢，其实是讲一套做一套的。这个郭荣铿曾经被视为反对阵营的一个政治新星，但是你看到他这个偷偷的就跑了，跟他过去所谓的这种坚持呢，根本就不堪一提。而另一名蓝潮派议员已沉寂一段时间的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近日又跳出来声称，反对派不应参选立法会。他灭指新选举制度将有非常大的局限，有意参选的人要四处拜票，反对派向建制派人士争取提名票，会是比较屈辱的景象。又妄言这样参选是不值得、无意义。
不过，据港媒报道，刘慧卿的态度却未能代表民主党内的主流意见。事实上，民主党内的年轻一辈正积极考虑改变过去激烈对抗的态度，甚至成立内地及政治事务专责委员会，加强了解中央对港的政策。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振彬指出，从刘慧卿过去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她完全没有想要真心为市民服务。回归以来，中央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帮助香港实现双普选的目标，刘慧卿却为反而反，反对831政改方案，如今又诋毁完善选举制度安排，可见她的政治生涯全是哗众取宠，最终损害的是全港市民的利益。